选好机买对房，你身边更懂资产配置的朋友，欢迎来到智享财经。叶飞事件最近可以说是把整个私募圈的名声都搞臭了。什么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究竟私募基金在今年的整体表现如何呢？私募的最新的一些主流的市场观点又是什么？今天的视频有很多干货，大家一定要看完。根据朝阳永续对于不同策略的私募基金做出的一个统计，截至4月底，今年表现最好的私募策略是管理期货策略，也就是之前我在视频当中跟大家提到过的 CTA 策略。CTA 策略受益于商品价格整体上涨走势和较高的市场波动性，1到4月份的涨幅达到了 2.6%， 而且波动率非常的低。而套利策略和市场中性策略表现整体是比较平稳的。股票多头策略虽然录得的是正收益，但是波动也是比较大的。朝阳永续私募股票多头策略截至4月底的涨幅是 1.6%， 但是不论如何，私募的整体表现明显是跑赢沪深300的，也足以见得平均来看，优秀的私募机构是能够轻松跑赢市场的。同时，从这张图我们还可以看出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也就是不同策略的私募基金产品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能够在股票市场估值相对高估的时候，比如今年的1月、2月的时候，做一定的投资策略的分散，不仅可以降低波动，还可以提升收益。回顾最近1个月的市场表现，随着去年年报和1季度季报的行情的开启，前期跌幅较深的、弹性较大的创业板引领 A 股市场的反弹。全球流动性宽裕，经济继续的复苏，通胀预期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之下，大宗商品和周期性行业股票受到了资金的追捧。那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我们持续关注的私募基金有什么样新的观点呢？作为国内价值投资的标志性人物，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但斌老师带领的东方港湾，在这次叶飞事件当中也莫名其妙的受到了关注。那么我们就一起顺着这样的一个热点来关注一下中国巴菲特但斌的持仓的变化，以及对市场最新的观点。在持仓的行业上但老师将之前为了避险而降低的白酒持仓加了回来，目前回归到了第一大重仓的板块，紧随其后的是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互联网零售，同时在全球消费电子龙头和软件系统龙头上也有比较大的持仓。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重仓的汽车制造行业仓位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本轮的市场回撤，但斌并没有完全躲过，虽然在前期就降低了持仓当中估值较高的一些股票的仓位，但是由于白酒、互联网服务、新能源等行业龙头的公司均出现了比较大的负贡献，基金仍然出现了回撤。面对各行业1季度报披露完毕的情况，回归到投资企业的基本面上，东方港湾认为，他们并没有看到龙头企业当前成长趋势发生了改变。经过了2020年疫情的冲击，强者恒强的趋势更进一步得到了巩固。虽然部分行业龙头遭受了反垄断的打击，但是这些政策更应该被解读为监管为了建立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而做出的努力，目的并不是为了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反而是为了行业更好的发展。但斌老师认为，本轮调整已经让高估值的龙头公司的估值得到了一定的消化，并且始终相信，在每一个国家和时代快速发展的道路上，要去投资那些担任主角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企业，并通过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增长，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因为这些企业最终都会穿越短期的阴霾，向市场证明其自身的价值。这也是我们智享财经始终坚持的价值投资的理念，希望和大家共勉。对于私募基金的投资策略还有不懂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智享财经，答案会一一揭晓。本期就到这里，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